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书在金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这午饭时间已过，衙门却空空如也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确实有点不寻常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感觉我的心一抽一抽的，好像被人一下一下的拍打着。我的惊堂木呢？我的惊堂木呢？来，看齐啊！是，这把赢了。来，再来，刀不成的。天地挂虎，外带二虎，七八不要酒，虎头来了喝壶酒。来，下啊！哎，别玩了。放肆！徐大人，身为朝廷衙役，受的是朝廷的俸禄，竟然在办公的时候围在后院里聚赌，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徐大人，这您有压力，我们也有压力啊。哎，我们只不过是找点乐子，轻松一下而已啊。你可知道这是公堂的神圣之物，怎么可以拿来玩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罚你们每天不到亥时不能回家。什么亥时？那我们成天老婆孩子都见不着了。你这加工时又不给加俸禄，太不近人情了。我说徐大人，我在这知府做衙役超过10年了，这每天申时未到，我们就办完了当天的差事。哎，强行要我们加时办公，我看这是徐大人你呀，故意刁难，故意浪费我们兄弟的时间嘛。江捕头啊，跟我在一起工作，永远没有办得完的事。这贡院纵火案调查停滞不前，我们是没有工作可做呀。有。这就是你们的工作。这是贡院纵火案凶手的鞋印，你们赶紧去复制几个，然后分发给衙门里的所有的衙役，动用所有的人，在最短的时间，帮我把这个凶手找出来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！干活！哎，徐大人，息怒吧，这些事情又不是第一天发生了，何必大动肝火呢？啊，只是对着这帮懒鬼，不能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大家同在知府衙门共事，朝夕相对，还是以和为贵才是。本官为官多年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管理那些懒散的下属。要是不这样对待他们，怎么去提升他们的办事效率啊？可是我只怕如此高压的方法用在这般无心工作的衙役身上，万一他们另起炉灶怎么办呢？啊！这10天的期限就快到了，我急着要破案。若是他们真的要另起炉灶，那好，我把所有的僚属都换了，换一批新的。不，那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一批新的来呀？那总不能让他们牵着我的鼻子走啊！行，我再给你想想办法，好不好？
杀！我杀！哎，赵俊，你烦不烦？练功练得这么少。赵青，我只是生气。宫院早不起火，晚不起火，偏偏这个时候起火，试卷全烧光了，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挽回公道了。那些通天书院的无赖就只会盗取别人的功劳。哎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是动怒也于事无补。我们就耐心的等一下，这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拳头能解决一切。要不是之前我对方先生有过承诺，我早就揍他们一顿了。喂，前2天我们已经打过他们一顿了。你张嘴闭嘴就是打打杀杀的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都是读书人。读书人怎么了？读书人不需要尊严吗？那你说说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徐大人虽在努力调查此案，可是我认为时间是有限的。与其坐以待毙，我看，倒不如我们主动出击，一起秘密调查。哎，你这个主意好，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吧。哎，怎么样，金生？好。愣什么神啊？哎，大家先不要着急嘛。既然方先生约我们在这等他，说明啊他掌握了一些重要的信息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一等，千万不要鲁莽行事。那得等到何时啊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昌云说的也有道理啊，那就等方先生回来以后，商量了再定。好。哎，先生，怎么样？宫院情况有进展了吗？进展是有，但并未明朗啊。那找到通天书院那4个无赖的犯罪证据了吗？证据虽然是有，但不足以指证他们就是罪犯。方先生，那您那边掌握了什么证据没有啊？经过徐大人连夜的调查，已经可以证明宫院起火并非意外，而是他人纵火所为。那就说明乡试另有隐情了。话虽如此，但1天未抓到凶手，就无法还你们公道啊！啊，方先生，那徐天佑徐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没有啊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我这里有罪犯在现场留下的脚印儿。徐大人现在急缺人手，所以我找你们，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助调查这个脚印到底是何人留下的。啊，没问题，我们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方先生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几个人啊，一定齐心协力，找到这贡院纵火案的真正凶手。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出来吧。义父，你还是那么爱躲起来。从小到大，还是只有义父才能找到我。记得小时候，你总爱躲起来，害得义父每次都找你半天呀。没有法子，只有躲起来，躲到别人看不到我，只有我看得到别人，我才会有安全感。哎呀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抹不去心中的那片阴影啊！快看看有没有活口！是。看仔细了啊！是。报告大人，里外都查过，没有活口，而且我们也没发现任何线索。报告大人，这里有个小女孩，好像还活着。爹娘，你是谁啊？
我是救你的人啊！救我的人，谢谢你。其实也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。我不能死。我娘说过，只有活着，才有机会报仇。报仇？你想报仇？嗯，我可以找人教你武功，让你成为武林高手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，等你报完仇以后，你要替我做事。谢谢你，恩公。以后啊，不要叫我恩公，从今往后，你叫我义父。是，义父。新兰啊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不再重要。记住了，新兰，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你，你是我吴松的义女。新兰，从未忘记过义父对我的恩情。奇怪了，明明昨天还在身上带着的，今天就找不着了，到底去哪儿了？这是。哎呀，你把房子搞得这么乱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娘，你来的正好。你有没有见过我一个香包啊？你把房子搞得这么乱，就是为了找个香包啊？对啊，娘，你见过没有啊？是哪一个呀？你有那么多？就是我平常戴的那个呀，红颜色的，上面还绣着花。你到底有没有见过？哎呀，傻孩子，不就一个香包吗？找不着就算了，娘改天再给你做几个更好的。哎呀，娘，这不是普通的香包，对儿子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到底有没有见过？是不是哪个女孩子送给你的呀？好漂亮啊！不过为什么要给我？这个啊，我前些日子生病，你不是还给我熬粥了吗？就当做是回礼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别想那么多。哦，好吧。是，没错。要让他知道我把他送的香包给弄丢了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好，好，娘跟你一块儿找，咱们一块儿找啊。那好，娘，咱们赶紧分头找吧，找仔细点儿。仔细找啊。奇怪了，去哪儿了呢？别动。哎呀，断了，这肯定是丢了呀。丢在那儿了。哪儿啊？娘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去哪儿啊？啊？我让你办的事情已经办妥了吗？我如今已经成功潜伏在徐天佑身边，现在是他的贴身侍卫，他对我没有半点怀疑。好，做得好。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。不打紧的。我女儿武艺高强，没有人能伤得了她，除非她自己故意的。没有事情能瞒得过义父。本来义父让我在路上和他偶遇，然后找机会留在他身边。可是没成想他半途中竟遭人暗杀，生命陷入垂死边缘。
我将计就计，替他挡了一镖，救了他一命。女侠，因此他欠我条命，我对他有恩，所以潜伏在他身边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徐天佑啊，徐天佑，我倒想看看，就凭你，能成就什么大事？只是他最近身边新来了一个师爷，叫方林。方林？对，此人来自全椒县，与我同徐天佑一道去滁州上任。他虽是一介书生，但是足智多谋，徐天佑对他也是相当信任。义父，用不用我先把这个姓方的解决掉，以除后患？哎，我们手上有许多把刀，具体用哪一把，由我来决定。是，义父。来，来，干！哎，你这香包怎么来的啊？这么晚了，难道是有贼？这么香？啊，着火了！来来来，喝。哎，大哥，你说咱们今天啊，还真够背的，什么都没打到。算了算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哎。土地公，虽然我知道我这些都是不义之财，我也不应该拿过来，但是我别无他法。武松用上官伯父来要挟我，如果我不拿走的话，连我也无法自保。为了云儿，为了云儿的父亲，我只能这么做。那小人就先行告辞了。且慢。这些金子是本官赏你的。大人，您已经信守了承诺，放了上官师伯。小人无功不受禄，这些黄金我不能要。哎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既然你替本官排除了烦恼，这些是你应得的。如果小人坚持不要呢？那你就是私闯贡院、纵火的罪犯。本官会命梁大人马上把你抓起来。看来小人只能接受了。那好吧，多谢大人。
大人，小人先告辞了。这些钱财都是物证，我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藏在您这儿。请您保佑我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如果您保佑我渡过难关，将来这些钱财，我一定会施舍给穷人，乐善好施，救残助弱。我黄长云，一分一毫都不会私自藏匿。求求您保佑我，一定渡过这次难关。剑法一流，郭姑娘，你的武功果然厉害。徐大人。对了，你的伤已经痊愈了？嗯，听说宫院失火，徐大人已经查明是人为，不是意外。对，目前已经有些线索了。一旦找到这个纵火的嫌犯，就马上带到官府衙门询问案情。衙门那些庸才全都是梁元镇的爪牙，他们才不会真心帮你呢。哎呀，这个嘛，本官也知道，只是一时半会儿，衙门里还是需要用人啊。如果大人需要帮忙，新兰愿意为大人效力。可是你的伤才刚刚痊愈，你不是应该多加休息吗？大人到底是对新兰有所关怀，还是根本就信不过我？郭姑娘，此话怎讲呢？我随大人来滁州，少说也半月有余了，你对我都是头衔至散。郭姑娘，你言重了。那是为什么？郭姑娘，你的武功那么高强，而且还有一颗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心，本官肯定要将你当做最后一道杀手锏。等到紧要关头来临之时，你必然会为本官排难解忧。那你说话可一定要算数。一定一定。大人，大人，什么事？方师爷，方师爷说有急事找你，让你现在就回知府衙门。好，先行告辞。喂，你到底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哎，我看你面熟啊。面熟？我可不认识你啊。嘿，可是我认识你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明人不说暗话。宫院失火那天，我看到你从宫院内爬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一点都听不懂。哎，装不懂是不是？哎，你懂的。哎，现在明白了吗？说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宫院失火是你放的火。我没有做，你胡说。嗯。那你怎么解释你从宫院内爬出来啊？说吧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很简单呐，要想不让我去报官，
给我来点银子，啊，救救救救！好，你想要多少？啊，这些50两是吧？我答应你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呐？500两，500两，我哪有那么多银子？你别在这儿跟我演了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你是杨府的人，大户人家，怎么会没有银子呢？啊？好，500两银子是吧？我答应你，不过到时候你一定要把香包交给我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就今天晚上2更天，在西郊的破庙里，我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嘿，我们先小人后君子啊！你到时候别指望在我这儿耍什么滑头，哼，小心兔子急了，乱咬人呐！嘿，这要是把你给咬伤了，可就不好办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别吵，站好了，排队。站好，站好。知道又出什么事儿？哎，站好了。你还说你呢？站好了。离点。来来来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下一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徐大人来了。陈伟南。你呢？叫什么？刘德江。哎，江捕头，江捕头，啊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哪有这么查的？你快让人散了吧。方师爷，你烦不烦呢？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是徐大人的意思，让我们找出纵火的凶手。我们做属下的得奉命行事啊。徐大人是让你们查对脚印，可是他也没说让你们这么查嘛。方师爷，我劝你还是让开吧，啊，别耽误我们办差。你看看，这还有多少人没查？再耽误一会儿就查不完了。您请啊！来，快！哎，小兄弟，这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官府的衙役非要比什么脚印儿，嘿，真是无聊。太胡闹了！来，快点！来，走，胡闹！全都给我停下来！徐大人，哎，您来的正好，哪有这么查案的？江捕头，这是谁的主意啊？哎，大人，这不是您的主意吗？我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的主意了？大人，您不是说让我们比这对鞋印找出纵火凶手吗？我正在按照大人您的意思查找凶手啊！哎，大人，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大人，您哎，大人，这可说不准啊，说不定咱们这么一闹腾，凶手自然会出现呢。你这么说还是替我着想了，对吗？哎，大人，您看啊，这滁州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这么多人让我们在暗地里调查这符合鞋印的纵火凶手，这10天时间真的不够啊！对呀。再说了，我们也不想这10天时间过去了，这所有责任都由大人您来承担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别争执了，先把人散了再说吧。好，你们赶紧的叫那些老百姓回家，记得向人家道歉。是大人。还有，弄好了，到里边来集合。啊，遵命。大人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哎，走，散了啊！怎么回事？回家！散了！哎，走吧，回去吧。不是这讲什么事？赶紧回家，回去吧。耽误不少时间，耽误工作。哎，走吧，走。你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居然让那个叫罗明的乞丐认出来了。大人，原来您都知道啊！您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在滁州发生之事，有几件瞒得住我？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要挟你来着？是。都怪晚上不小心，那天晚上让这个罗明捡到了我丢失的香包。这么重要的物证，你都能随便丢掉，真是个废物！既然如此，为了避免多生事端，这个罗明留不得。梁大人，
您何必要杀人灭口呢？给他点银两，打发他走就是了。做大事，最忌讳的就是存有妇人之仁，懂吗？大人请放心，小人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以后不要再给我添什么乱子，要不然留不得的就是你。你好自为之。是，大人。你们对本官有什么不满，可以讲出来。如若你们不敢对本官讲，或是不愿当面讲的话，也没问题。你们可以上书朝廷，啊，然后去参我一本，也并非不可呀。但是你们不能公报私仇，曲解本官的意思。你看外边的人，他们现在都知道衙门要找纵火嫌犯的线索了，简直过分。徐大人，这样会起反效果。别劝我了，本官今天非教训他们不可。你看看他们，身为知府衙役，每个人的态度都那么懒散。哎呀，谁稀罕你对我们有希望？说什么你？啊，徐大人，我的意思呢，我是想说，我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虫，怎么知道您每天想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你不会问啊，还找借口呢？我们哪敢有什么借口啊，大人？我们每天都是按您的吩咐，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疑凶。你看看，我们每天不到亥时都不敢回家，全力在配合大人而已啊！你这分明是在跟我作对呢，是吧？你别管我。好，你们也不用忌讳什么了。本官告诉你们，何人有不满可以直接跟本官说，只要你们说的有道理，我都愿意听。徐大人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第一个力陈你的不是。说，你对待属下尖酸刻薄、冷血无情。本官对待属下要求严格、大公无私。你做事只为一己目标，漠视他人感受。我做事只为百姓，对得起天下。你仗着曾是京城高官，作威作福，其实我看你只不过是一个被贬离京城的丧家之犬。对，我是被贬离京城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作威作福，向来都是公事公办，于心无愧。怎么会如此热闹人齐呀？今天，梁大人，我们正在跟徐大人探讨办案的进度，大家相互了解而已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在开庆功宴呢。徐大人，本官不放心，所以特地过来看一看贡院起火案进度，如何呀？对我来说，并不理想；对你来说，非常理想。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的本官好像不想破案一样。没有，你是他们的前主子，他们只听你吩咐，却不协助我办案，这调查的进度自然就缓慢了。话不能这样说啊，徐大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送你的香包弄丢了？丢哪儿了？这个……你说话啊！好，我说。那晚我火烧贡院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把你送给我的香包给弄丢了，而且有人看见我，他把香包给捡走了。你说你被人发现了？哦，他不但发现了我，而且他还威胁我要500两银子，如果不给他，他就要去报告官府。那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云儿。我不会有事的。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银两啊？哦，我去回家看看，找些首饰来卖掉，差不多也能值那么些银子。哎，不用了，云儿，你放心吧。他要的那些银两，我一定会给他凑齐的。那你还担心什么呢？是那个梁元振，他担心此人口风不严，怕泄露风声，所以想要我杀人灭口。不会吧，昌云，你不会那么做吧？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我会想办法给他所要的钱财，打发他走人就是了。我不会杀人的。云儿，你放心吧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徐大人，
您现在是现任的知府大人，本官已经卸任了，我已经没有权利去管理他们，更没有权利让他们听本官的话。况且本官比你还要着急要破此案呢。可是啊，梁大人多年来教导有方，他们呀都习惯了，消极怠工，自然是不可能配合本官查案了。不可能吧，徐大人，他们可都是本官的左膀右臂呀！啊，热爱岗位，勤奋拼搏，努力劳动，尽职尽责。哎，江捕头，屡破奇案呐，这都是本官的左膀右臂呀。这怎么徐大人一上任了，反而他们工作就怠慢了呢？会不会是徐大人自己有问题？是啊，梁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。自从这徐大人上任之后，他只会对我们下属施压威逼，我们手头上的活根本就没有停过。从今天早晨到现在，我连上茅厕的时间都没有啊！而且指示又不清晰，下属永远是错，大人就永远是对的。太辛苦了，我都熬出病来了，快顶不下去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一起跟徐大人请个病假吧。哎，徐大人，你在干什么？给我站好！啊！干什么啊？混账！平常本官是怎么教你们的？3纲5常之道啊！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离经叛道之事呢？哼，真丢本官的脸！哦，徐大人呐，这衙役也是人，是人他就会生病，病不好就难以坚持工作，也可以理解嘛。本官若是您的话，我不但会准了他们的病假，还会发津贴给他们看郎中。江捕头啊，大人，看郎中的银两呢，本官就先替徐大人垫着。徐大人刚刚上任知府，囊中羞涩，可以理解。这个钱呢，我先垫给你们。如果徐大人不补津贴给你们的话，就算到本官的头上吧。谢谢梁大人，谢谢梁大人才是我们的父母官呐！哎，千万别这样说。你们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徐大人不是很难保全颜面吗？哎呦，徐大人，本官可不是那个意思啊！哎，兄弟们，走啊！走。哎，谁批准你们下了？啊？徐大人，哎呀，徐大人，本官本来今天想找你来慢慢商讨查案事宜，但是你今天如此烦恼，本官来的不太恰当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房林，方师爷，替我照顾好徐大人，他明显水土不服啊！告辞。梁大人慢走。大人慢走。错，又错，怎么都是错的呢？啊！真想把我气死！这活是干不完的，我看还是先吃点东西吧。啊！你看看江捕头他们那些白吃干饭的家伙，非要把本官气死不可。我一定要找个办法，好好治治他们。徐大人，你还打算依靠这些僚属吗？依靠？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做回自己的本分。其实，之所以这些僚属会这么做，徐大人你也难辞其咎啊。方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本官不懂得如何管理僚属吗？哎，我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吗？高压手段有时候会起反效果，所以今日这些僚属会集体告假，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明。要不是因为梁元振在背后作梗，他们便不会跟我作对。既然徐大人预见到这些人不会专心于公事，那何必这么大动肝火呢？
难道要本官向他们屈服吗？依在下愚见，有2种方法可以对付江捕头这样的人。什么方法？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全部革职。要是可行的话，本官早就有所动作了。我只是不想他们一时间把整个衙门给架空了，所以才强行把他们留下来。哎，第2种方法呢？动之以情啊。梁元镇说的没错，衙役也是人，也是有感情的。再坏、再不堪、再顽劣的人，也是有感情的。只要徐大人你可以找到感化他们的方法，我相信江捕头会真心听命于你的。这才是真正能够提高我们府衙办事效率的办法。只是啊，要感化他们，谈何容易啊！这事在人为嘛，更何况感化一个人还是需要机缘的，这要看大人你和江捕头的缘分了。目前贡院纵火案线索查实的进度非常缓慢，而且府里繁琐之事又特别多，光凭我们2个人，该如何应对呢？啊，这个在下早有打算。什么打算？是这样的，先前在下的4位门生帮忙调查过疑凶的鞋印，如果大人不嫌弃他们经验不足，我想在衙门急需用人之时，可以让他们前来协助一起查案。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2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